嘿，大家好，我是 Mike， 欢迎来到 Dr. Mike 的投资频道。今天是2022年1月22号，周六，大家周末好。周五的美股大盘呢再次大跌，所以在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来着重聊一聊美股的大盘，它会进入熊市吗？另外，在个股方面，作为一个科技的龙头股 Netflix 在财报后是大跌了近 22%， 也是让人大跌眼镜。我们来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 Netflix 大跌，另外我会买入吗？最后，特斯拉将在下周报财报，在今天这个视频我们也简要的对特斯拉的财报做以前瞻，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OK，let's go。 好家伙，美股大盘周五是继续大跌。我们知道纳斯达克呢本周已经下跌了 7.6 个百分比，目前呢，比它11月份的高点呢，已经跌了14个百分比以上，早已经进入了修正区。道琼斯指数和标普500呢，也是连续第3周下跌。标普500指数较它的高点呢，已经下跌超过了 8%， 而代表小盘股的罗素这周也是跌了8个百分比。从它的11月份的高点呢，早已经跌了 10% 以上，它比纳斯达克更早的进入调整区。所以呢，所有的美股大盘这一周是自2020年以来的最惨的一周。究其原因，当然像 Netflix 财报暴雷对科技股造成的一个拖累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呢，是市场的恐慌情绪在美联储即将加息乃至调整它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影响下呢，恐慌情绪上升造成了对市场的一个抛压。我们知道，从下周二开始，美联储将举办今年第一次的政策会议，并且在周三，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将发表讲话。市场也是密切关注这次的美联储会议，主要是2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当然是资产购买收缩的一个力度和时间表，第二个方面就是美联储加息的力度乃至时间表。所以我个人认为，接下来美联储会议的内容将在短期内对大盘造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如果下周的美联储释放一些对市场利好的政策走向，可以帮助美股大盘稳住乃至产生反弹。但是如果美联储继续释放鹰派的政策走向，也存在美股大盘继续下跌的可能性，来继续对美股的多头产生打击。不过，如果我们把美股大盘放到一个更长的时间轴，我们看到美股总体的趋势已经上涨了超过1年多，所以从技术角度出现大盘的一个大回调，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另外，我觉得美股大盘的快速的回调是好过它缓慢的一个回调，因为一旦市场回调到位，它就会开始恢复乃至反弹。我个人呢觉得它好于长时间的缓慢的一个下调乃至调整，所以呢，我也建议朋友们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尽量不要让美股的下跌乃至自己账户的短期表现影响自己的心态。生活中也有很多的事情比炒股更加重要，在周末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放松休息，乃至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养精蓄锐，这样我们也可以在下周再战美股。投资美股是一个长跑，而不是一个短跑。好的，我们现在再从点位来分析一下大盘有可能的几个止跌的一个点位。首先我们看一下道琼斯，下一个的支撑位呢是在34,046点附近。如果跌破这个支撑位，再下方的支撑位呢是在33,265点附近。如果跌破这个支撑位，那么道琼斯也将正式进入所谓的修正区。因为我们看从前期的高点到这根支撑位差不多是10个百分比。标普500呢，目前正好跌到了200均的一个支撑位，如果它跌破200均下方的支撑位呢，应该在4300点附近。我们看一下，它从它的高点跌到这一根的支撑位，
也是差不多10个百分比，也就是如果跌破4300点的支撑位，标普500也将进入调整区。纳斯达克的下方的支撑位是在14370点，再往下的一个支撑位是在13950点。我们看一下，从前期的高点跌到这一根的支撑位，差不多是在17%左右。罗素2000已经非常接近下一根支撑位，也就是在196点附近。在下方的支撑位呢是在189点，差不多190点。我们看一下，从前期的一个高点跌到这一根支撑位是超过了22%，也就是说，一旦它跌到这一根支撑位，已经意味着罗素已经进入了一个熊市。当然，从技术位讲，一旦整个股市出现一个超卖的一个现象，从技术位也会出现一个短期的一个反弹的现象。在下周我们会继续关注美股、大盘、技术位乃至美联储会议的走向。好的 ，Netflix 在它报了财报以后呢，在昨天周五是大跌了近22%。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它的大跌呢？第一个原因，当然它是财报暴雷，它的业绩呢，预计第一季度的用户仅仅是增长250万，这是自2010年以来的最慢的增长，并且呢，与过去2年相比，它当时是5500万用户相比，是一个大幅的一个下降。主要的原因呢，在过去新冠流行期间 ，Netflix 呢被视为一个受益的股票，因为它是 stay home， 也就是说居家的股票。新冠呢是助长了这些股票的一个大幅的增长，而目前的这种抛售呢，是居家股票持续几个月的市场动态的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表现。在美国呢，随着大流行导致的一个封锁风险的降低，它整个的投资环境呢已经非常的恶化。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呢基本上采取的是一个全体免疫的道路。现在很多的美国学校，即使学生得了新冠，他也只要求他们在家自我隔离5天，5天以后不需要检测的一个阴性结果，也不管你是不是还有症状，在自己家隔离5天以后呢，就可以回到学校继续上课。另外有些地方呢，由于它目前检测要求的人数特别多，也就是说它的 case 增长太快，整个它测试的能力呢，在有些地方也达到了饱和，所以呢，很多即使有症状的人也没有办法得到测试，而也是只能在家自我隔离。种种这些的现象呢，表明美国会因为新冠再次封锁的可能性是非常低了，基本上呢是采取一个全体免疫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所有对这些居家股票呢，投资环境已经极度的恶化。不光光是 Netflix， 比方讲亚马逊也是原先的居家受益股，目前呢它的股价也是大跌。所以呢，许多这些居家的股票的估值都是建立在大流行期间的一个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现在这样一个基础没了，从而导致呢它的估值已经没办法保持在一个高位，这也是造成 Netflix 股价大跌的第二个原因，也就是它的趋势已经改变了。第三个原因当然就是它的整体的大环境，现在美股大环境也是大跌，从而呢更加助长了 Netflix 股价的一个暴跌。所以基于这三个原因，虽然目前 Netflix 股价呢已经跌到了400块钱以下，对我个人来讲呢，我也不打算买入 Netflix， 主要就是它目前的增长水平已经失去了一个快速成长科技股的这样一个概念，表明它目前的成长前景呢有很大的一个风险。第二个原因呢，当然它整体的公司的大的趋势也受到了改变以后呢，我觉得给我们投资者也是带来了更多的风险。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呢，我是不打算买入 Netflix 股票。当然了，这只是我的个人思路，并不是投资建议。下周除了美联储的会议，财报也将是重要的一周。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一些公司将要报财报，而我比较关注的呢，至少有3只。我们看到在周二盘后是微软 Microsoft 的败财报，而周三盘后是特斯拉的财报，周四盘后是 Apple 苹果的财报，让我们一块关注。
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对特斯拉的财报做一个快速简单的一个前瞻。在去年2021年的12月份，特斯拉实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中国制造的 Model 3和 Model Y 的整体的一个销售记录，销量呢总体是超过了7万辆。总销量根据中国乘用车协会 CPCA 的数据，达到了70847辆，比前一年是增加了198%，基本上是增加了2倍。与9月份创下纪录的56006辆的记录相比呢，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进步，而且呢，只是通过了短短几个月时间。目前呢，只有比亚迪在12月份销售的电动车呢，比特斯拉更多，是达到了93000辆。重要的是呢，2021年特斯拉在中国制造的批发的出货量呢，是达到了473078辆，比2020年当时呢只能提供特斯拉的 Model 3是增加了243%，也是增加了2倍还多。这是特斯拉2021年全球总业绩的一半以上，等于说上海 Gigafactory 一家就贡献了特斯拉2021年一半的一个总业绩。而目前呢，上海 Gigafactory 已经累计生产了超过61万辆的特斯拉的汽车。目前呢，该工厂的产能如果按现在的估计呢，到2022年可以生产大概85万辆，也相当于就是说每月可以产出7万辆，这是一个庞大的一个产能。我觉得也只有上海 Gigafactory 可以达到这么大的一个产能。上个月呢 ，Gigafactory 几乎所有的生产呢都是用在中国本地的销售。它在中国销售的车辆呢，达到了70602辆，也就是只有其中的245辆呢是用于出口。而且呢，特斯拉也在中国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季度，达到了116059辆，而2021年的总销量呢是超过了32万辆。所以呢，从这则消息我们还是看到，毕竟特斯拉还是中国市场的一个老大地位。同时呢，也是中国的工厂，也就是 Gigafactory 帮助特斯拉达到了这么傲人的一个业绩，这也是特斯拉为什么要选在中国建厂的这样一个原因。中国市场不光帮助特斯拉销售大量的电动车，而且中国的工厂也帮助特斯拉近一半的产能是来自了上海 Gigafactory。Elon Musk 也是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我也相信上海 Gigafactory 可以继续帮助特斯拉再创佳绩。当然，特斯拉的财报还有其他许多不同的方面。今天的视频时间有限，我们不做具体的展开。光特斯拉在中国的表现，已经对我对下周特斯拉的财报是寄予厚望，也希望特斯拉可以不负众望，同时呢，也给萎靡不振的大盘带来一线生机。让我们拭目以待。好的，这是今天的视频。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不要忘了点赞。如果您还没有，请点击视频下方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您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新的视频的通知。转发并且评论，谢谢。我们下个视频再见。